如果印尼真的封锁并对马六甲海峡收费，全球1/4的贸易将瞬间瘫痪，运费暴涨会让咱们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在1个月内直接翻倍。但为什么这个听起来能让印尼一夜暴富的提案，刚提出来就被光速撤回了？很多人以为海峡在谁家门口，谁就能设卡收买路钱，但这在国际地缘政治中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错觉。印尼的收费试探为何会光速流产？而这背后又隐藏着新加坡怎样的生存密码，以及怎样的大国博弈修罗场？你认为海峡沿岸国家有权收买路钱吗？每年有超过8万艘巨轮穿过马六甲海峡，这里承载着全球25%的贸易量，更是东北亚60%以上的能源生命线。但在巨大的财富流动中，沿岸3国的境遇却天差地别。咱们新加坡凭借极度完善的港口基建、免税政策和顶级的金融服务，垄断了船舶补给、货物中转和海事仲裁，可以说是把高附加值的钱赚得盆满钵满。但反观拥有最长海岸线的印尼，不仅分不到这块核心蛋糕，还要承担极其沉重的代价。巨轮带来的航道拥挤、频繁的漏油污染、被严重破坏的渔业资源，甚至打击海盗的高昂成本，全压在了印尼和马来西亚纳税人的肩上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印尼每年为了维持航标运作和海域巡逻，要烧掉数以千万计的预算。看着邻居吃肉，自己却要倒贴钱洗碗，这种极度不平衡的利益格局和真实的财政压力，正是印尼政客每隔几年就要抛出收费论，不断试探底线的根本原因。但现实很骨感，眼红归眼红，为什么印尼的提议刚出炉就胎死腹中？这就不得不提悬在他们头顶的第一把利剑。印尼的算盘打得很响，但现实却是一记重拳。为什么主权国家不能把海峡当成自家的高速公路来收费？答案藏在1982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。当年各国将领海宽度从3海里扩展到了12海里，这直接导致马六甲海峡最窄处完全变成了印尼和马来西亚的领海。为了防止这些沿岸国拥兵自重，掐断全球命脉，国际社会强制达成了一个妥协机制，那就是过境通行制度。公约第44条白纸黑字写着，沿岸国不得妨碍过境通行。更致命的是第26条，绝不能仅仅因为外国船舶通过领海而征收任何费用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除非印尼为这艘船提供了具体的实质性服务，比如船长叫了印尼的引航员，或者发生了海难，需要印尼出动直升机救援，你才有资格收服务费。如果你只是路过，哪怕你船上装了价值10亿美元的高端芯片或者原油，印尼也1分钱都收不到。印尼如果强行设卡收费，就等于单方面撕毁了全球160多个国家共同遵守的海洋法基石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摩擦，而是对2战后全球贸易规则的公然挑衅。所以，当印尼内部刚传出收费风声，立刻就遭到了国际海事组织和各大全球航运巨头的联合绞杀。提案在法理上根本活不过24小时，但在法律条文的背后，真正让印尼闭嘴的其实是更可怕的力量。如果说国际法是明面上的规则，那么大国博弈就是暗地里的铁血红线。印尼不敢收费的第2个，也是最核心的原因，是他们根本惹不起背后的真正大佬。马六甲海峡的咽喉虽然长在东南亚，但呼吸的却是华盛顿、北京和东京的空气。对美国而言，马六甲是其印太战略的核心枢纽，美国海军必须保证绝对的航行自由。对中国而言，这是关乎国家能源安全的马六甲困局，绝不容许任何不可控的卡脖子行为。对日本更是如此。一旦海峡收费或被封锁，日本的工业经济将在3个月内面临停摆。面对这3个全球最顶级的工业和军事机器，印尼如果敢强行收过路费，迎来的将不是泼天的财富，而是毁灭性的经济制裁，甚至航母舰队的直接干预。这时候，我们再回头看咱们新加坡的战略段位，就极其高明了。新加坡深知小国在巨兽面前没有任何议价权，
所以新加坡从来不碰收费这条高压线，反而极力维护海峡的免费与绝对开放。我们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绝对中立、绝对高效的海上超级服务区。你不收过路费，但船员总要下船消费吧？船只总要加注低硫燃油吧？货物总要在这里免税中转和进行供应链融资吧？新加坡赚的是全球资本的增值钱，而不是低级且招恨的过路费。大国需要一个畅通的马六甲，更需要一个稳定、轻商的新加坡。印尼的收费试探，本质上是缺乏核心竞争力的无能狂怒，而新加坡的繁荣，则是对大国地缘心理最完美的顺应。收费的提案虽然被毙了，但印尼绝不会就此罢休。要知道，马六甲海峡正在逼近它的物理极限，它的最浅处只有不到20米，那些载重超过30万吨的超级邮轮，也就是 VLCC， 根本过不去。而且据海事专家预测，到2030年左右，马六甲的通航密度就将达到完全饱和，这就给了印尼弯道超车的绝佳机会。印尼手里其实握着2张底牌，巽他海峡和龙目海峡，这2条水道更宽更深，完全不受吃水限制。目前印尼正在疯狂招商引资，企图在这些替代航线上建立新的深水港和工业园区，直接节流。与此同时，北边的泰国也时不时把克拉运河或者路桥项目拿出来炒作，试图直接从马来半岛切一刀，让商船彻底绕开新加坡。虽然短期来看，印尼极其缺乏建设世界级港口的资金和高效的管理经验，泰国的项目也面临着极高的地缘政治风险和环保争议，但大家必须看清一个现实，这种分流的趋势是不可逆的。全球供应链在经历过疫情和红海危机之后，最大的共识就是绝对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新加坡虽然现在依然是海运王者，但面对马六甲日益严重的拥堵和周边国家的虎视眈眈，我们的危机感其实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。总而言之，印尼对马六甲海峡收费的提议虽然迅速流产，但这绝不是一场简单的闹剧。它撕开了国际航运界一层隐秘的遮羞布，在旧有的国际规则下，核心资源的红利永远向资本和强权倾斜，而底层国家往往只能承担代价。马六甲海峡的博弈，只是全球咽喉水道争夺战的一个缩影。从红海的曼德海峡到东南亚的马六甲，谁掌控了航运通道，谁就捏住了全球经济的命脉。印尼的试探绝对不会停止，而新加坡的焦虑与转型也将持续。你觉得未来10年内会有新的航线真正威胁到马六甲和新加坡的地位吗？如果你想看透更多新政背后的商业与地缘逻辑，立刻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做个聪明的新加坡明白人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